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从庄子秋水故事悟人生，顺应自然修炼内心。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庄子秋水中魁贤蛇锋以及孔子在匡地的故事。这两则故事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，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道德修养提升有着重要的启示。先看魁贤蛇锋的故事。魁只有一只脚，行动不便，便羡慕多足的贤。贤虽脚多，却又羡慕无脚的蛇，行动轻松。蛇又羡慕无形的风，来去自如。风羡慕眼睛能瞬间看到远方，眼睛则羡慕心灵能无拘无束的遨游。这一系列的羡慕展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：行迹越全，用心越专，反而显得笨拙；离行迹越远，的天机越深，心智则越健全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，比如有些人追求物质的丰富，拥有了很多财富和物品，看似拥有了很多脚，但实际上却被这些物质所束缚，失去了自由和轻松。就像贤脚多却并不自在，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，却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独特之处。我们应该明白，上天赋予我们的就是最好的，要顺应自己的本性，守护好自己的本真，不要因为羡慕别人而盲目改变自己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。同时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要学会放下物念，减少对外物的依赖。脚在庄子眼中就是物念，是束缚我们的藤蔓。我们拥有的欲望越多，受到的限制就越大。就像水一样，看似柔弱，却能无坚不摧。我们要学会像水一样，以柔克刚，放下过多的欲望和物念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柔软和强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走得更加平稳和自由。再看孔子在匡地的故事。孔子被宋人包围，却依然弦歌不辍。他明白，穷困潦倒和顺利通达都是命运和时运的安排。在不同的时代，人们的境遇不同，并非是因为个人的才智差异。他认为，懂得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临大难而不惧，这是圣人的勇敢。最终，宋人发现认错了人，便撤围离去。这个故事对我们的道德修养提升有着重要的启示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顺应天命，不要逆天而为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，有时候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结果。这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接受现实，不要抱怨和抗拒。就像孔子一样，他明白自己的命运有所安排，所以坦然面对困境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其次，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沉着精神和稳重心性。孔子在被包围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镇定自若，弹琴唱歌，这是因为他内心强大，不受外物的干扰。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和压力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保持冷静，沉着应对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，避免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再者，我们要相信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孔子坚信自己做好了一切，所以他无惧于困境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如此，只要我们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，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到我们。即使遇到挫折和失败，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，不断前进。最后，我们要明白，打败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外物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如果我们内心不够强大，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困难和压力所击垮。所以，我们要注重内心的修炼，培养自己的乐观心态和坚强意志。当我们内心强大了，外在的事物就无法动摇我们的心智。庄子秋水中的这两则故事，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，守护好自己的本真，要放下物念，减少对外物的依赖，要顺应天命，培养沉着精神和稳重心性，要相信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要注重内心的修炼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走得更加平稳和自由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，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成功。让我们以这些哲理为指引，不断修炼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日常生活里践行这些从庄子秋水中领悟的哲理，能切实的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，提升个人修养。就拿顺应自然来说，在工作选择上，我们不应盲目跟风热门行业，比如当下互联网行业火爆，很多人不顾自身兴趣和天赋，一股脑地投身其中。若一个人对文字有独特的感悟，擅长创作，却只因互联网高薪而放弃文学道路，去从事不擅长的编程工作，那他很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痛苦和迷茫。相反，
若顺应自己的天赋和兴趣，投身写作领域，无论是成为自由撰稿人，还是从事文案策划等相关工作，都更易发挥自身优势，实现自我价值。工作也会成为一种享受，而非负担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放下物念也极为重要。很多人在交朋友时，会不自觉地带有功利性，关注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，比如人脉资源等。这种基于物质利益考量的交友，往往难以收获真挚的友谊。真正的友情应像水一样纯净，没有过多的杂质和目的。当我们放下对朋友物质层面的期待，以真心换真心，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真诚，关系也越来越稳固。在与家人相处时，同样要减少物念，不能只在父母能给予经济支持时才表现出孝顺，而应更多的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，常回家看看，陪他们聊聊天。这种纯粹的情感交流，能让家庭关系更加和睦温馨。修炼内心的沉着精神和稳重心性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显得尤为关键。比如在疫情期间，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巨大冲击，一些人内心脆弱，面对失业、生意停滞等困境，整天焦虑不安，甚至一蹶不振。而那些内心强大、沉着冷静的人，会积极寻找解决办法。有的创业者迅速调整业务模式，将线下业务转移到线上。一些职场人利用居家时间学习新技能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，而是凭借稳定的心态，在困境中寻得生机，相信自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实现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。在学校里，学生们不应只看重考试成绩，而应专注于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。比如，一个学生对绘画有浓厚兴趣，他不应因为绘画在考试中所占比重小而忽视它，而是要认真学习绘画技巧，参加各种绘画活动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。这样，即使在未来的高考中，绘画特长也可能成为他进入理想院校的敲门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追求绘画梦想的过程中收获了自信和成长。在工作岗位上，员工若能专注于本职工作，不断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，也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。注重内心的修炼，培养乐观心态和坚强意志，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。就像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双腿瘫痪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，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，而是通过写作不断探索生命的意义。在与病魔和命运的抗争中，他的内心变得无比强大。他用乐观的心态看待生活，用坚强的意志支撑自己，走过了无数艰难的日子。他的作品也激励着无数读者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挫折，也许是失恋、生病或者失去亲人，但只要我们像史铁生一样注重内心修炼，培养乐观和坚强的品质，就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，重新振作起来。庄子秋水中的智慧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在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将这些哲理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顺应自然规律，放下不必要的物念，修炼强大的内心，相信自己，做好每一件事。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真正热爱且擅长的领域，发光发热。在生活里珍惜身边的人，用真心对待每一段关系。面对困难时，保持沉着冷静，积极寻找解决办法。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收获满的幸福与成长，以从容不迫的姿态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与机遇，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，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。